那时候术科2做完，大家都在聊天，然后我就和他讲说，你看有没有很多人都准备输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准备？因为我们准备赢的，不准备输的。大家好，我是成大南工电机科方瑞毅，记忆手臂这边负责的是时机的调教，还有判断一些程式的书写。我是成大南工电机科3年级的吴峰哲，我是模拟手，就是用模拟软体完成全部的动作，然后再传给时机。是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做选手呢？因为高一就有人说，要不要去看看这个职类？其实我高一的时候，对于自己高中3年其实不知道要干嘛。他说，可以听听看。然后就去听听看，想说机器手臂，因为模拟软体可以带回家做，比较松，可以比较休闲一点，所以我就选择了机器手臂这个职类啊。但是到最后发现，我更喜欢实际上的调教，但是手臂不能带回家，所以最后还是高中3年大部分都在待在选手室练习。我是因为自己的哥哥是别的职业的选手，他大我2岁，然后平常看他回家就是很晚回家，然后很累。不过他说当选手很充实，学到很多技能，我就想说也可以试看看。然后有听到就是机器手臂这个职类，也是他介绍的时候有说自动化的事情，他说跟未来发展也不错，就来参加。我觉得当选手可能就是要很懂得分配自己的时间，就是因为自己成绩也不能到太差，也不是进了好大学然后就一夜，所以还是要兼具课业。与一般学生不同的就是最大的就是选手能够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我们在比赛过程发现，止步要怎么设计，手臂移动的轨迹要怎么跑，可能会对于手臂较顺，然后声音没有那么大声，这是我们自己去发现的。那我觉得可能一般学生在读书上面可能没有这种经验，那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确实多了很多实作的机会。其实一开始对于手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就只是在各大车厂都有看到这个手臂的这个技能，那他说刚好可以学一下。非常有兴趣的时候，大概是高2，在比技能竞赛的时候，那我们就那时候就和同学一起发想，做一些专题，例如说什么自动化的工厂，那自己模拟出来，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很酷，所以大学应该可能会往自动化下去走。我一开始也不是说特别感兴趣，也是当做一个技能来学，然后到后面就是自己做模拟软体，然后自己上机，就是到最后已经可以跑自动模式，把一个任务完整的用手臂跑出来。蛮有成就感的，不管是我第一次上机，还是到比赛那一次的最后跑完 auto， 都是那个成就感让我就是想继续学机器手臂。你们过去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这些比赛之间的一个差异在哪里？真的要跟手臂最接近的，就只有我们的全国技能竞赛而已。我们参加的就是机器人系统整合，获得全国第5名。过程中，我觉得最大差异就是技能竞赛，它比较像是在一个短时间内，你要制造出一个很多的模组化的程式，每一题都是一直慢慢的去进阶，到最后有一题会直接做一个整合的，那还有人机界面。那工科赛的话，就是加上了学科的考试，然后不需要人机界面，比较像是很多种的可能，那我们要去找到每一种可能可以让它完成的程式，这方面是两者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次的工科赛有发生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时候就是比赛前15分钟，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执着一点，就是说每一件事情我都要重新再 double check 一次。那我就是开始量我的配盘，量着发现这个配盘好像数值都跟上面的不一样，我们就赶快举手问裁判长，是不是我们配盘配错了？裁判长就告诉我们，是什么范围？一量。我们还真的错，所以我们在考虑说15分钟我们到底要不要改，因为可能改了这个配盘，那我们的使用者坐标都要改，那我们也不一定第一次使用者坐标就设到很精准，那可能就是要有一点运气加上天时地利人和吧，我觉得。那刚好就是经过15分钟内的调整，很幸运的就是第一次就已经把点位设到蛮精准的位置，那只需要更改一些夹取的点位，这样就完成。这是比赛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在做术科2的时候，就是那个3个小时，因为我们其实做得很快，后面就是一直在跑时机，两个人一直在看这个路径有没有顺畅，然后声音会不会太大，关节的声音。应该是跑了2个小时，
我们再跑一次蛮快的，应该有50-60%，然后就有一个 CNT 就直接啪撞下去那个弓箭，听到有碎掉的声音，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会碎掉。然后就马上回后点看那个指部有没有坏掉，是不是弓箭坏掉。但之后也不知道声音怎么发出来的，就是弓箭都还好，可能差一点裂掉吧。对，那时候就是想看一下指部有没有事，因为就只有一款指部能接受这一套程式，因为其他指部都是前几代的，就是没办法做那种比较多功能的，所以很紧张。哇，那还真的是老天有保佑。有拜拜有拜拜。这一次你们模拟软体是用 Octopus， 那想请问你们在使用 Octopus 的时候啊，你们觉得它的上手的程度如何？有没有遇到哪一些问题？比赛的时候比较常使用到什么样的功能？因为我们第一次用 Octopus 是在暑假吧。但那时候还在准备全国赛，就是用的时候会自己就不自觉跟原厂软体做比较，然后原厂软体就是很多细节可以设定，那 Octopus 就是更简单明了，动作就是很快，你就点一点就完成的动作了。我觉得比赛最常用到的应该还是 TCP 对齐的功能。原厂软体的话，要记录一个点到电爪上需要设定一个弓箭，那个弓箭会再对齐下面的弓箭才能入点。但是 Octopus 就是姿态，你只要选好，就是你想要对齐哪里，就直接点2下，它就过去那边了，就是非常快，很好用。每一家手臂都有原厂软体，你们为什么还是会愿意花时间去学 Octopus 呢？真的就是因为它很快。我其实比赛的时候偷偷观察，因为那个有挡板。所以我只能观察左边的，我刚好左边是上瘾的软体。我那时候已经在检查到第3次了，就是我6题都做完了，我做蛮快的。上瘾还在做，应该真的是软体的差异让整个流程会变得很快。确实，因为在 Octopus 它是路径导向，在编写上比较快速一点。就是如果从时间上有压力，你们准备这个技能竞赛啊，它的时间剩下一半，你们会选择原厂的软体呢，还是选择其他的软体？如果是我还是会选用 Octopus， 因为说实话，我们准备的时间大概就是分上手的时间跟后面猜题一直做大量练习题目的时间。上手大概真的就1个礼拜就上手了，所以时间少一半，就是练习的题型可能会变少，但是 Octopus 上手难度真的比较没有那么高，所以做起来是比较快。如果你的学弟妹也会参加这样的比赛，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让他们怎么去准备呢？你先我先好。我觉得工科赛就是学科是蛮关键的一个地方，可能平常练习上刚好没有时间与班上同学一起上一些基本的学科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工科赛，刚好自己学一下学科，增加自己的知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就当做另外一种吸收。学科我认为蛮重要的。再来就是要做好每一题，要确保每一题你的任务是能完整的跑出来，然后就是千万多检查几次，也要 double check 一下。那我觉得公共赛准备很重要的是猜题的方向，像我们这次准备比赛，我们猜题猜得很厉害，就是几乎猜中它会怎么出，所以准备起来就是比较从容一点。因为这样子的出法我们已经练习过很多次，所以我也不知道明年会怎么出，可能就猜题要更多方向去想，可能觉得太难的题目也是要试试看做。所以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反复的去练习了，不断重复练习。那最后就是恭喜你们都得到工科赛金手奖的第1名。笑一点，都拿第1名了。你们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啊，你们会觉得你们会拿第1名吗？有没有这种自信？我吗？我其实大概40%吧，因为我先看去年的题目，它都有放在网站上，而且我们比较了解手臂，有比过那个全国赛的。我想说这些动作也不是非常难，所以金手奖可能就是真的是比谁失误比较少。所以我们一开始练习方向就是朝满分的方向去拼，其实我蛮有信心的。我吗？我其实对于信心来讲，好像一直都还好，就是不管是准备全国赛还是工科赛，我就想说，只要练习做什么，那我们比赛就做什么。假设比赛想到更好的方法，我会趋向于稳定就是平常怎么练习，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就是照着平常练，那怎么练，那我们就怎么走。就一步一步稳稳来。假设真的输人家，那我们要为人家鼓掌，因为人家真的是很厉害，我们都已经拿出我们的最好。那名次的话就是随缘，就是对，平常心应对，可以这样说。那所以你们再来就是有什么样的未来的方向？你们可能会计划朝哪一个区块、哪一个领域
再去继续去深耕这样。就是未来可能会就是往电机自控组或者是机械的自动化，然后再去做选择。就是目前也是不太确定自己想往机械或电机哪一方面下去做，去深耕嘛。之后就是慢慢去探索。我的话就是现在手臂也玩了一段时间了，就是对这些自动化的系统整合算有一点兴趣吧，就是觉得未来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甚至是工作也可以，就是把它学起来，我觉得都蛮不错的。你们拿到金手奖，那你们也有保送的机会。你们目前有预计要读哪一间学校呢？保送的话，我也不确定，因为保送还没到。不过我想读北科。哦，北科大，我想去北科。但是保送也不一定保送到，所以我可能还是要再努力一点，说不定才有机会去北科。换你哦，我就刚好那个前段时间大学有开特殊选才，所以我就已经有先利用这个机会就填上一间大学了，所以可能工科赛金手奖的保送名额就不会给人家占用到。你读什么？我读成功大学不分系。哇，成大，顶大都是这样的。可是你们其实也很明显感觉到，就是比赛它确实它有帮你们去加快这个你们编写路径的速度啊。有，所以其实也是有一定明显的差异在。对，主要还是你们努力。对，主要是你们厉害，没有太厉害了。熟悉度。主要是好用，主要是快，主要是软体好用，主要是用得快，都是软体的功劳。对，真是快，真是快，软体真的快。哦，好，谢谢。真是快。